啪的一下，很快啊 ，DST 大力神第6名成员挖机战者也来了，大力神终于完成合体了。人形单体延续了这个系列高美型度的特征，修长的四肢比例符合现代机甲玩具的审美，搭配金属漆面的涂装和细节水印，整个表现非常漂亮。人形高度 23.5 厘米，跟 MPG-17 做个对比。不要问我为什么 MPG-17 站得这么呆，我040号视频强烈推荐你们去看。头雕依然可以磁吸点亮，亮度很足。附带的小枪枪头依然是磁吸件。各位拆头灯的时候，不用跟我一样傻傻的拧开螺丝，直接从中间抠开，拿东西一撬就能取下来。电池型号还是 AJ0 2枚。背后的表现非常干净利落，如果抛开收纳的挖钩，可以说是零背包了。挖钩有很多活动关节，可以根据自己喜好调节。不会真有人觉得这样摆很帅吧？作为组合形态的右手，挖机战者的重量不是很重，这一点其实我是认同的，不然会增加合体形态上半身的压力。齿轮调教也依然十分舒服，咔咔作响。大家可以看看哪里都有齿轮。可动表现，各个单体成员基本上都还算不错，一些基本的姿势都没压力。不过因为变形结构的原因，这次弯腰幅度有点小，腰部也没有了侧摆关节，脚部只有左右接地，不能前后调整，摆出有的姿势时略微会受到影响。配件给了一只小号，毕竟各家的大力神都在致敬G1，有总比没有强。武器给了一把透明长刀，还有一把匕首，可以直接拿在手里。一对鸳鸯月，尖尖有点扎手，把玩的时候要小心。利用附带的这几个连接件，可以把匕首和鸳鸯月组成一把方天戟。我们常说的方天画戟，方天就指的是两侧对称的月牙利刃，如果是单耳就是青龙戟，画则指的是戟身华丽的绘饰，当然这把没有精美的涂装，也就只能是方天戟了。挖机战者附带了合体的右手小臂，也是隐藏成员威震天的另一条腿，老威也能站起来了。附带的2个大枪部件可以组合成老威的融合炮，不过设计之初应该没有考虑好这个部件，只能有什么用什么，搭载在老威的肩膀处，显得比较奇怪。同时因为造型件干涉，无法平台到正常开炮的角度，只是稍微有那么点意思。附带了一个特效件，可以直接拿在老威手上当做能量剑，也可以搭载到臂炮上模拟开炮，更奇怪了。还可以直接把特效件安装在炮身中间，这样大炮就更长一些了。老威此前的腰部十分松垮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这次附带了一个加固部件，直接装在腰间，好处是合体形态也不用再拆了。安装上加固部件之后，腰部虽然不会一下子就弯折下去了，但是也没有了弯腰可动，有舍有得吧。另外即使腰部加固了，老威本身关节还是十分松垮的，加上毕竟是合体部件拼成的，美型度不太高，因此单独展示性和把玩性都比较差，只能说有这个形态总比没有强。我们还是把目光回到挖机战者，来吧，变形。首先把拳头收回小臂里面，如果往外翻的时候不好翻，注意手腕这里是个滑道，一顶就能把拳头顶出来。掀起肩膀盖板，上翻两侧履带零件，打开小臂侧面履带，转到正面扣回，从大臂根部旋转手臂，前后的履带翻出来，合并在一起。整个履带部分就出来了。另一侧一样。接着是 DST 经典的拆胸环节，胸板外拉，头部前翻，里面是个滑档，由这点劲拉到底，
解锁后方挖钩，将胸腔内部的零件上翻后结合，将挖钩旋转180度，与翻出来的部件扣合，就完成了挖钩的固定。将上半身整个向后旋转，胸板旋转180度备用。接着我们要把挖钩的液压造型部件转到前方，前半部分旋转下来，挖钩就处理完成了。然后我们处理下半身，翻到背面，解锁右腿后方面板。灰色部件有小卡扣定位，旋转到外侧，再将藏在脚掌内部的零件外翻，整个向外旋转腾空间，脚掌回收到小腿内侧，翻折的时候记得旋转脚尖。翻到正面来，把脚板里面翻出来的部件拼合，侧面面板扣合。这里有对应卡扣，但是各位没必要跟我一样扣合，后面还得拆。造型件外翻，另一侧不对称变形，同样打开后方面板，拆脚板方式不太一样。脚掌回收进小腿里，然后旋转到正面，脚板拆出来的部件利用旋转和翻折，就能形成驾驶室的轮廓。翻出侧面面板内部的驾驶室部件，上翻后拼合成完整的驾驶室。外翻内侧的造型件扣合面板，翻出另一个造型件，载具机身部分就变出来了。这个腿部的变形设计真的很精妙。下来打开腰部卡扣，向后旋转履带90度，翻折到肩膀内侧，旋转肩膀部件到内侧空洞处，打开裆部，翻出灰色固定件，后方有对应卡扣，翻折小腿，把载具身体部件扣合。灰色固定件的凸对应膝盖侧面的洞，这一步很重要，一定要扣合。之后我们再讲为什么。拿出刚才丰田麂的连接件，安装在后方的卡扣里，起到装饰和遮挡空洞的作用。另一侧一样翻上去，打开面板，将后方两处对应的固定位结合好之后，机身盖板有个上下咬合的卡扣，这也是为什么刚才要先翻左腿。盖板密合，前方胸板的形状卡扣和肩膀对应，两个凸和驾驶室对应，另一侧一样有对应位置，将各个固定位置结合在一起。履带内侧的凸对应腿部的洞，载具机身和履带也有对应固定位，互相扣合。翻下后方造型件，头部旋转后，利用双段关节收纳，变形完成。载具形态的表现在6个成员中算是比较好的，一体性非常完整。虽然是科幻载具，但是真实挖机该有的部分也都有，挺好看的。挖钩的可动关节比较多，能够做出各种动作。挖斗的连接处还模拟了液压杆的设计，里面有拨片齿轮，十分清脆。履带下面有小轱辘，推车也挺顺畅的。如果你喜欢，也可以把小枪和鸳鸯月搭载上去。小枪还可以填补空洞，鸳鸯月挂上去就多少有点抽象了。依然是我们的老演员 SS86 擎天柱做个大小对比。下来变成合体形态，先拆下搭载和收纳的武器配件，
打开挖钩的固定位，整个挖钩从根部向后旋转，下方固定位的部件，另一侧不想拆卡扣了，直接利用韧性翻折回去，没问题。旋转前方挖钩，有个固定位点，扣合上，挖钩再往回收一收，掏出收纳的头部，翻出灰色部件，再翻出合体连接关节，翻回灰色部件定位，这样合体连接关节就不会乱动了。头部收纳回空隙处，不过我怎么都收纳不进去，只能旋转后收纳。翻开后方造型件，拿出合体小臂，直接滑道滑进去。这里就是刚才让大家一定要扣上的固定位。如果没有灰色部件分担小臂的重量，所有的压力都会给到上方一个细小的转轴关节，小臂又比较重，让这里受力的话是臂断的，只有让灰色固定位受力，小臂才经得起把玩。比起有的成员选择妥协一个形态，挖机站着的3种形态的表现都挺不错的。变形设计简单有趣，尤其是下半身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，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硬伤的地方，跟铲车一样，都是我认为即使不玩合体也可以只买一个单独把玩的。看完了挖机站着单体的表现，我们终于要看看完整形态的大力神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先拿出挖机站着附带的这堆关节补强件，把它们一一安装在对应位置。多出的这2个零件是吊钩充当脚部时候的加强件。漫画里铲车被斯派克单杀，警车加入成为警力神，原本胸部的吊车就变成了腿部，还给了一个调整合体膝盖用的小工具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挖机站者和其他5名成员组合在一起了。合体完成后，这个气势简直太帅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完全体。颜值就是一切，在绝对帅气的外表面前，所有的缺点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。不过该提还是得提，虽然装上关节补强件之后，合体的稳定性略有提升，但本身作为50多厘米的镇宅级玩具，又大又重是避免不了的，因此上也摆不出什么稍微大幅度的动作了，基本只能呆呆站尸了。而且这套大力神上半身的重量非常大，各个卡扣能不能顶住长期站尸带来的压力，还需时间检验。另外需要单独配件来加固，以及一些单体成员设计的欠妥之处，也显示了这套合体金刚在早期设计的时候就不是很成熟，很多地方能看出来是前面先出，后边再给打补丁的。现在 DST 第3款合体金刚也放出了消息，希望下次能够吸取大力神的经验，在设计基本成熟之后再投产，不要过于追求速度。按照说明书指示，剩余的这堆武器配件应该可以组合成一把大枪，不过我研究了半天没研究明白，应该是需要警车附带的部件。虽然我这种冲着警力神来的人无所谓，但对于不想买警车的玩家来说，多少有点难受了。而其他近战兵器应该也能再进行组合，我们等警车上市之后再研究吧。按照他家的速度，估计3季度警车就能出货。不论如何，冲这套合体后的颜值，我就能包容它的缺点。好了，这期 DST 大力神第6名成员挖机战者和全员的组合形态就分享到这里。我是树熊，不是熊，点个关注，我们继续来看最后1名成员警车和警力神的表现。大家下期见。